妻子买房时故意带丈夫偷窥对面女邻居，她想考验丈夫是不是经得起美色诱惑。只见男人的灼灼目光一直盯着女邻居看，她才意识到眼前的丈夫很可能会见异思迁。果然，在选房结束时，丈夫便敲定了这套房。他迫不及待，早就付完款，并带领妻子住了进去。而最近伊芙即将临产，为了照顾孕妇妻子，亨利无暇顾及去认识那位性感女邻居，每天的任务只剩下清扫房屋。而他也无意间发现了一封妻子的来信，信封里是一个男人的产前礼物，他祝福伊芙的孩子能健康出生。瞬间，亨利的醋意和愤怒涌上心头，因为他知道伊芙肚子里的孩子就是这个男人的。他又酸溜溜地将信件给退了回去。而此时的伊芙也正要去见这位男人，却没预料到自己刚下车便开始肚子疼。亲姐姐见状，唯有慌忙送她上医院。医生说这个孩子可能面临早产，足足提前了2个月早产。丈夫听闻后也更加心急如焚，他自知患有不孕不育，妻子历尽千辛万苦才成功找个人做试管受孕。他可不想伊芙在怀孕8个月时出事。当亨利赶到医院，伊芙已经被送到产房，能看得出来妻子万分在意这个孩子。他也顺势欣慰着安抚妻子别紧张。5分钟后，伊芙的孩子顺利降生，可是事与愿违，因为是早产女婴，孩子的身体各项指标均不健康，女婴被医生送到了早产室接受治疗。当天下午，伊芙的父母前来探望，可从二老的眼神中，他们对孩子并不期待，甚至还责备女儿当初不听话，责备她本就不该做试管婴儿，而应该尝试着正常怀孕。此时站在身旁的亨利羞愧难当，只因他不可能让妻子正常受孕，而现在已经是3口之家，伊芙和亨利还要忙于给房子过户。可这天他们突然接到通知，孩子的肾脏功能正急剧衰退，医院早已尝试了多种挽救手段，可他们依然没能救活孩子。直到这时，伊芙当即心痛到不忍哭泣。他们努力坚持了8个月，可最终却换来这样悲痛的结果。2个人都心力交瘁般无法释怀。孩子虽然只出生了7天，夫妻2人毅然决然为孩子举办了隆重葬礼。孩子的名字取名为伊利。然而外公外婆却像早已料到伊利的结局，他们的脸上没有丝毫悲痛，还说这便是上帝给伊芙做试管婴儿的惩罚。他们二老并不打算安慰女儿，在先前对女儿做试管固执己见，而现在面对外孙女又冷血无情。伊芙无法原谅父母的这种偏执，她差点就和父母断绝关系。回到新家后，伊芙整日郁郁寡欢，这种失去孩子的伤痛也只有母亲才懂。而亨利看着手里的诊断报告，他也忍不住放声大哭。虽然不是自己的种，但他却是孩子名义上的父亲，他也倍感失落和沮丧。突然有人在外敲门，原来是隔壁女邻居今天前来结交，主动介绍自己名叫丽贝卡。她的出现也让伊芙事事惊诧，只是听说邻居家死了孩子，同样作为母亲的丽贝卡感同身受，接着大方走上前送上自己的拥抱，这让伊芙觉得丽贝卡很是善解人意，她似乎对丽贝卡一点也不抵触。然而夫妻俩不知道的是，他们周围的邻居个个都是奇葩，比如这个60岁痴汉大叔，他的妻子今年残疾，走路只能借助轮椅，就连简单的上楼也做不到。她甚至不知道丈夫大叔有个变态癖好，每天晚上都会窝在2楼偷窥丽贝卡，有时偷窥还会持续1整晚。第2天早上再佯装出晨跑锻炼，她只想混在全是女人的队伍里面，趁机接触性感的丽贝卡。就连接下来的妇女锻炼项目，她也会继续跟着。日复一日，她早已习惯能找准时机和丽贝卡交流，还恬不知耻地让丽贝卡教自己锻炼。很快，她的目的不纯被丽贝卡的男友杰克嗅到，杰克当即带着女友远离了这个色批大叔。可是这个变态色批愈发大胆，晚上不仅偷窥丽贝卡和男友休息，他早上还注意到丽贝卡将钥匙藏在了花盆底，于是一个无耻下贱的想法应运而生，他竟然想潜入进别人家里盗取女性内衣。先是趁四下无人，小心翼翼取出钥匙，继而又将钥匙拿去配了一把新钥匙，再溜进房门用新钥匙开门。他终于如愿以偿，从此能随意出入邻居家。几天后，伊芙夫妻俩准备搬家，为了有利于邻居间的互助，杰克自告奋勇上前去搭手帮忙。而第一次和伊芙相见，杰克表现得很精壮，也更有耐心。他在伊芙面前留下了一个乐善好施的好印象，2家邻居至此也算正式彼此认识。只是有一天晚上，深夜下班的亨利发现了诧异一幕，他看到有一对情侣半夜去找杰克家。不止如此，当他刻意观察邻居家时，他看到2对情侣正在狂欢。这些画面不仅也引起了色批大叔的注意，大叔还偷窥到杰克原来喜欢拍小视频，他的内心欣喜若狂，因为变态就喜欢这些鲜为人知的秘辛，他想将小视频占为己有。这个妻子突然发现，结婚多年的丈夫竟变成了变态，因为每当对面开灯，丈夫都会准时上楼苟且，而自己因为残疾还无法上楼盯梢。她不知道丈夫正在偷窥对面女邻居，老头还亲眼目睹对面在拍小视频，于是一个猥琐变态的欲望油然而生。他想盗取别人的小视频来意淫，径直拿上提前偷配好的钥匙，等到对面女邻居家外出时，大叔才敢悄悄开门溜进去偷东西，而这也是他第2次非法闯入。
他刚进门便看到相机放在桌子上，赶忙喜不自禁加快脚步。而拿起相机的第一时间，他只想先瞄一眼激情视频，提前过瘾。只见里面的内容激烈又大胆，为了能永久享受这种激烈，他当即果断拔出存储卡，并且小心谨慎地迅速跑回家，再将存储卡插进自家电脑。欲望上头的老头居然把所有文件全拷贝到了硬盘，同时对楼下妻子的问候爱答不理。他完全沉浸在自己意淫的小世界中不能自拔。片刻后，大叔再次回到邻居家，他又将存储卡原封不动插了回去，就连相机的摆放角度也和先前一样。他自认为这一切做得天衣无缝，然而这些反常举动很快引起了妻子的怀疑。妻子找来一个电梯工，他想安装一部4人楼道电梯。随后大叔被安装的噪音打扰，本打算辱骂妻子在自家扰民，可当他看到工人装电梯时，他发现根本找不到理由不允许妻子安装电梯，毕竟妻子已隐忍了几十年不能上楼。而今天女邻居丽贝卡之所以不在家，是因为她约好了和邻居一起去扫墓。邻居伊芙最近刚死了女儿，为了安抚她的悲伤情绪，丽贝卡还让儿子认伊芙做干妈。可是这种丧女之痛岂会轻易结果？作为妻子，心情不好的伊芙每晚都不让丈夫碰，即使最近已经迎来了排卵期，她依然坚决不许亨利挑逗自己，因为就算是亨利想要，伊芙也不可能怀孕。她早已知道丈夫患有不孕不育。2天后，伊芙姐姐也耐心来安慰妹妹，她可不想妹妹伊芙一直萎靡不振。可突然姐姐在家中发现了什么？她看到外面的丽贝卡正和男友杰克举止大胆，这对情侣粗俗奔放的做派让姐姐眼前一亮。她又意味深远地劝伊芙也该像这样放开去玩。这番话隐隐在伊芙的心里萌芽起用。她决定带着亨利主动约丽贝卡和杰克外出游玩。4个人先是在沙滩上畅谈黄段子，直到此时，伊芙的颓废情绪才有所改观。而眼前的杰克也是色中恶鬼，他竟目不转睛，死死盯着伊芙跳舞，随即情不自禁又出现在伊芙身后。他也想趁机和白皙邻居一同共舞，时不时再用啤酒挑逗一下伊芙。当伊芙接受挑逗后，他就可以正面和伊芙亲密接触，并且脸贴着脸相拥着共舞。然而作为一个合格的渣男猎手，他总知道在合适的时机戛然而止，以达到欲擒故纵的最佳效果。最后再饶有一句般收回啤酒。他知道邻居伊芙即将陷入欲拒还迎之境，而此时的亨利刚从沙滩醒来，他睡着后完全不清楚妻子去了哪，发了疯似的焦急在四处寻找。他以为伊芙抛下自己提前离开了，不知埋头找了好久才看见丽贝卡，他这才发现原来妻子只是去找东西吃了。伊芙今天已经玩至精疲力竭，很快一行4人匆忙赶回家吃饭。他们吃着晚餐的同时也在斗舞，殊不知隔壁的变态大叔一直在偷窥。4人的言行举止更让大叔意淫不止，很快他便冲上楼又开始复习前些天的小视频。而另一边尽兴而归的伊芙今晚心情大好，也借着亨利那朦胧的醉意，她甚至开始主动挑逗丈夫共享温存。亨利听闻后瞬间喜形于色，只是在下一刻，偏偏伊芙的笑容又不像演的。亨利不知道妻子到底什么意思，怎么会突然问起觉得丽贝卡怎么样？正犹豫间，伊芙已经坐了上来。他今晚彻底拜倒在了妻子的意乱情迷之中。之后的几天晚上，伊芙夫妻俩都会来找丽贝卡和杰克，4人促膝长谈，彼此的邻居情谊也更加浓厚。而每看到杰克和丽贝卡感情很好，伊芙就会忍不住质疑他俩为啥迟迟不结婚。只是丽贝卡的回答让人意外，她说杰克是不婚主义，还是个实在的丁克族。2人之所以现在还在一起，是因为他们有个共同的儿子。至少丽贝卡说儿子是杰克的，但也只有她才知道，她的儿子并不是杰克的，而是自己偷偷和前男友所生。伊芙听闻这些自述后难以置信，她所熟知的丽贝卡热情奔放，却仍然还要为结婚发愁。可2个女人又哪里知道，杰克其实一直都知晓丽贝卡的儿子不是自己的。他甚至在认识丽贝卡之前，便已经在外养了一个私生子。由于是不婚主义，还不想承担家庭的义务，他才会在一边养着私生子的同时，还在和丽贝卡谈对象，就是偏偏不和任何人结婚。有一次半夜，伊芙无意间看到杰克袒胸露乳，其结实的腹肌看得伊芙垂涎欲滴。再联想到杰克是丁克族，还从来不想结婚，他的心中瞬间便萌生出一个大胆的想法，他想要自然受孕生下小孩，而杰克刚好就是这种不二人选。妻子买房时故意带丈夫偷窥性感女邻居，她要考验丈夫是不是经得起美色诱惑。只见男人的灼灼目光一直盯着女邻居看，她才意识到眼前的丈夫极可能会见异思迁。很快，伊芙便和亨利搬进了这套房，因为伊芙深深看中的是能和杰克这种精壮的男人做邻居，而恰好杰克的女友正是性感女邻居丽贝卡。夫妻俩很快便与丽贝卡和杰克打得热火朝天。只是房子特别大，但家里却缺少孩子的嬉闹和欢心，因为丈夫患有不孕不育，伊芙到现在也没有个孩子能承欢膝下。既然丈夫不行，她便把目光投放到杰克身上，随时给自己和杰克制造单独相遇的机会。作为更高级的猎手，伊芙往往以猎物的形式踏入杰克的生活，她也得偿所愿让杰克痴迷自己。而现在唯一要做的便是说服丽贝卡，她目的单纯只想怀上一个孩子。
只是令伊芙震惊的是，丽贝卡听完自己的诉求后，竟全然支持。她不假思索地承认自己和杰克极其大胆和开放，并且约定4人将在2天后一起外出度假。回到家中，伊芙最后又开始攻略丈夫。本来便知道亨利对性感女邻居有想法，她很轻松地便说服亨利在2天后一起去玩。然而他们4人都不知道，邻居中有一个大叔是个超级变态，不仅每天会准时偷窥丽贝卡，大叔还偷偷搞到了丽贝卡家的门钥匙，他会随时潜入进别人家里偷闻女性内衣。2天过后，妻子满怀激动地换上一套性感装扮，见丈夫对此还抱有一些迟疑，她便安慰亨利放心大胆地在今晚做浪荡公子，还直言自己不会不高兴，也更不会阻拦他和丽贝卡。而更巧合的是，路上伊芙开诚布公自己刚进入排卵期，她要求丽贝卡今晚务必要配合自己拖住亨利，丽贝卡也坚恳地答应了她。而在另一边的2个男人大包小包提了很多东西，在他们不远处，变态大叔正在偷偷观察，见一次性就带这么多东西，大叔意识到杰克和丽贝卡肯定要外出很久，而为了证实心中的想法，他又看向了独自踢球的丽贝卡儿子，借机靠近小男孩套近乎。从小男孩的口中，他顺利套出了丽贝卡今天外出度假，而且还要到明天才回家。这对于大叔来说，完全就是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。他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变态欲，而这些事杰克等人浑然不知。他们先是畅快在一起享受晚餐，直到夜幕降临，4个人才开始有意无意间相互挑逗。期间，伊芙有一次上厕所，前面有个女人委托她帮忙照顾女婴，只是她的举动有些匪夷所思，她居然肆无忌惮地下意识吮吸婴儿体香，这种稚嫩的味道让伊芙瞬间流连忘返。毫无疑问，她也被上厕所出来的母亲当做了神经病。晚上夜深回家，4个人互有默契般走向酒店。这家酒店位于森林深处之中，这里僻静而又不失其温馨格调。2个女人今晚都将热情火辣，她们也提前化好了妖艳美妆，同时外面2个男人也没闲着。杰克拿出了2颗避孕药，全部交到丽贝卡的手里面，而其中1颗，丽贝卡将其递给了伊芙，只是没有人会注意到，伊芙只是假意吞服了这颗药，紧接着她便将药私藏在了其他地方，她并没有提前服用此药。接下来的事便是由丽贝卡牵头，她先将亨利给单独拉走，以便伊芙可以先去办事。只见女人走进卫生间，同时拿起蓝精灵和一根别针，她会刻意在上面连戳几个小洞，因为她要保证今晚的事不出差错。随即一身清凉走到外面客厅，伊芙终于如愿以偿将杰克带进了隔壁房间。而在远方的邻居家，为了不让妻子打扰自己，变态大叔已经将妻子给哄睡了，继而再拿出那一把钥匙，大叔又悄悄打开门溜进了丽贝卡家。而来这里的目的没有其他，大叔只想翻找女性内衣来满足自己心底的变态欲，随即换上杰克的机车服肆意装扮。他不知道此刻的妻子已经醒了过来，只见1楼不见大叔的踪影，她知道丈夫很可能就在2楼，又联想到丈夫最近异常神秘，她便很想知道大叔到底在2楼干什么，于是便赶忙一点点靠挪移上楼，费足了很多精力，她才最终爬了上来。然而2楼也不见大叔的踪迹，这里只摆着一台显眼的望远镜。出于好奇，女人朝里看了看，却不知对面的大叔也刚好看到这一幕，一时间惊慌失色，手忙脚乱的大叔居然被对面的老婆吓倒了。而这一倒便是生死难料，这一幕全被妻子亲眼目睹。虽然丈夫让人捉摸不透，但他还是跑到丽贝卡家并报了警，只期望着大叔不要出事才好。1个月过后，这天伊芙坐在卫生间独自验孕，准备得如此充分，而验孕结果也显示她已怀孕成功。女人一时间激动万分，她这一次一定要生一个健全的宝宝，让这个家慢慢的充满童趣。而至于这个孩子是谁的，伊芙准备隐瞒亨利一辈子。